皇帝将白月光接入宫，所有人都在传我这个替身要失宠了，可我只含笑看着他们并肩的身影。月亮若不落到怀里，那便永远孤悬天上。我要谢成明将它高高捧起，又觉这片月光实在寡淡。这是我驯服一国之君的最后一步。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指尖轻轻用力，饱满的龙眼壳发出细微的碎裂声。我咬了一口晶莹的果肉，感叹好甜。远处隐约有庄严的乐声传来，隔着重重宫墙，足见仪式盛大。银烛的声音在旁响起，娘娘，皇上亲自去朱雀门迎接贤妃，许她用半副皇后仪仗入宫。她的声音平缓，到底是我用惯的人，同那些动辄就惊慌的毛丫头不一样。自打皇帝要将沈淑玉接入宫中，宫中就流言纷纷。听说了吗？皇上要把沈家那位接回来了。哪个沈家？莫不是8年前那个沈淑玉？除了他，还有谁配让皇上亲自下令修缮昭阳殿？那咱们这位陈妃可不是要失宠了？毕竟只是个替身罢了。龙眼盒轻轻落入青玉瓷盘，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厌倦地摆了摆手，吃续了，拿下去吧。我慢慢擦净手指。记得水桶我说过一个故事，说他爹每次出远门，他都盼着他给他带一份蟹壳黄，可是一次又一次，他爹总是忘，所以盼了又盼，几乎变成他的心头执念。终于有一次，他爹记得给他带了回来，他吃了一口，哇的一声哭了。是不好吃吗？不，好吃是好吃的。他的哭是自己就为了这么一个东西，盼了11个月零3天。那年的六皇子谢成明在朝堂上如同隐形，先帝一句性情浮躁，难堪大任，彻底断了他的前程。彼时他跪在御书房外3天3夜，只为求一道赐婚沈淑玉的圣旨。可圣旨没等到，等来的是沈家大小姐一顶花轿抬进了镇北将军府。宫人们后来偷偷说，出嫁那日六皇子策马去追，而新嫁娘甚至没为他掀起轿帘一角。他回到王府就病倒了，高热3日，嘴里反复念着沈淑玉的名字。那时我还只是苏州织造府一个不起眼的远亲，自然不配知道这些天津秘辛。直到他登基后的第2年南巡，在织造府的后花园，他看见了我。他手中的茶盏啪地落了地，碎瓷混着茶水溅湿了龙袍。像，很像。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不是容貌。沈淑玉清丽如月，我却柔婉得多，至多5分形似。他看中的是我低眉顺眼时那几分神韵。我被接进了宫，头一次侍寝那晚，他抚着我的眼角，眼神却像透过我在看另一个人。他从前也爱这样垂着眼笑。我恰到好处的抬眼，唇边漾起一个温顺的弧度，那臣妾以后常这样笑给皇上看。他龙心大悦，我太清楚如何让他满意。说话时尾音微微上扬，是他记忆中的语调，用海棠味的头油，因为那是沈淑玉最爱的香气。甚至读书时不经意将书页折一个角，都是他醉酒后说出的关于那个女子的点点滴滴。他赏我的珠宝能堆满3间库房，夜夜留宿望仙殿。后宫都说我宠冠6宫，是沾了沈淑玉的光。如今镇北将军战死沙场，他的白月光终于又自由了。他迫不及待的要将他心中残缺的夜空补全了。我有15日没有见到谢成明了。望仙宫的宫门许久不曾被天子的脚步惊扰。银主捧着上1局新裁的夏衣进来，脸色比前几日更沉了些。娘娘，今年用的云锦不是往年御用的江宁贡品。我正对镜梳妆，闻言指尖未停。昭阳殿那边呢？贤妃娘娘嫌江宁云锦厚重，皇上特命开了司库，将去岁苏杭进贡的轻纱全数赐给了披香殿。听说连江南织造预备给太后贺寿的月影纱都结下了。我手很稳。谢成明想宠一个人，总是不计成本的。这些天，他们之间的故事不断向我传来。娘娘，今日贤妃说想放纸鸢，皇上罢了2刻钟的朝会，亲自陪她在太液池边放了一上午。皇上今日陪贤妃娘娘在太液池泛舟，贤妃娘娘说想看荷花。皇上命人将未开的荷花都绑了细绳，说是等贤妃想看了，一拉绳就能绽放。昨日贤妃娘娘说想听折柳曲，皇上召了所有乐工在昭阳殿演练到3更。
这15日，谢承明为沈淑玉做了太多事，他像是在拼命弥补那些错过的岁月，把所有的温柔与耐心都给了那个失而复得的人。而我这里连他一句问候都不曾有过。银烛终于忍不住问道：“娘娘，您就一点都不着急吗？”我走到窗前，轻轻抚过窗棂上精细的雕花，急什么？15日而已，久别重逢，若15日的温存都没有，又如何对得起那积年深情？第19日，连望仙宫檐下的铜铃都显得寂寥。我正修剪着一盆兰草，银烛进来通传时，声音里带着几分意外：“娘娘，林婕妤来了。”手中银剪微微一顿。林婉一，她连年节宴席都常称病不出的，竟会在这个当口来访。她进来时仍是那身月白如裙，发间只簪一支玉簪，干净的像初春新雪。她行礼的姿态依旧从容：“陈妃娘娘安好。”我放下银剪，示意她坐，难得你肯出来走动。宫人奉上茶，她捧着青瓷茶盏，开口道：“这几日宫中有些闲言碎语，我本不愿理会这些，只是连她都坐不住了。”我拿起剪下的一截兰草断枝，在指尖轻轻转动，都说些什么？她垂眸看着茶汤中浮沉的叶芽，说她明珠得还，胜你当年多矣。说上寝局已经多日不成绿头牌了。说朝阳宫前门庭若市，嫔妃宫官进进出出，敢在贤妃跟前露脸。林婉一抬眼望向我，眼里有了真实的忧色。我知你向来沉得住气，只是这次连前朝都有人在打听，陈妃是否真的失宠了。我忽然唤她归名：“婉一，你记得我初入宫时，你同我说过什么吗？”她微怔：“你说这深宫就像一盘棋，有人争一时得失，有人谋全局输赢。”林婉一轻轻叹息：“我只是不愿见你成了这盘棋的弃子。”我用绢帕缓缓擦净剪刃，放心，棋局才刚刚开始。银烛送客回来，默默说道：“连林婕妤都来提醒了，娘娘。”我点了点头：“那你便按照我说的去做吧。”翌日，谢承明便在大半个月后第一次踏足望仙殿。他进来时，我正背对着宫门，指尖匆忙拭过眼角。我垂手行礼，又扬起因他到来而开怀的笑：“臣妾参见皇上。”他声音有些沉，伸手虚扶了我一把：“许久没来了。”我一言起身，唇边笑意未减：“皇上国务繁忙，臣妾醒的。”他沉默片刻，忽然道：“淑玉入宫这些日子，朕好像昏了头。”这话带着试探，也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必清楚的歉然。他看着我，想从我脸上找出嫉妒或委屈，我却抬起眼，努力让笑容更明亮些，甚至微微歪了头。“皇上说什么呢？”“贤妃刚回宫，您多陪陪她是应当的。”话音落下，殿内一片寂静。谢承明目光锁住我微红的眼角，忍不住上前一步，将我揽进怀中。谢承明低声问：“真不介意？”我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龙涎香，用力点头：“臣妾入宫3载多，尽享皇上的偏爱。如今瞧见皇上高兴，臣妾心满意足。”他定定看了我片刻，终于叹了口气，伸手将我揽入怀中。我没有挣扎，温顺地靠在他胸前，听着他胸腔里传来的心跳。他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背：“是朕不好。”这时我才仿佛不经意的带着鼻音轻声道：“皇上可用过晚膳了，小厨房还温着您以前爱吃的杏仁酪。”一旁的银烛适时添话：“娘娘时常备着，就怕皇上来时用不着。”他身体微微一僵。当晚，谢承明用过杏仁酪，同我极尽缠绵。待他睡熟后，我用手指描摹他的眉眼，目光冰冷。银烛做事向来稳妥，我只是对他说：“皇上近来操劳，你让人去给沈淑玉递递风，就说皇上这么多年还是爱那一碗杏仁酪。”不过半日，朝阳殿那位便听了进去。他那样清高的人，亲自下了小厨房。我立在望仙殿的窗边，仿佛能听见那边忙碌的动静，能想象他对着食谱蹙眉的模样。我垂眸掩去眼底笑意，可是他又怎么做得出周嬷嬷的味道呢？他不知道杏仁要提前3日用井水浸透去苦，不知道桂花蜜要在霜降后采集，更不知道瓷盏要先在热水中温过，才能锁住香气。3年前，我得知周嬷嬷将死，便日日去侍奉汤药。老人弥留之际，
把这道杏仁酪的诀窍塞进我手里。娘娘，皇上心里苦，只有这个能让他安睡。所以谢承明吃了那一碗杏仁酪，反而想起我来了。所有人都以为我能盛宠不衰，不过是凭这张同沈淑玉5分像的脸。那他们便这么以为吧。我不仅要谢承明想起我，我还要他透过沈淑玉看我，就像刚入宫时他透过我看沈淑玉那样。清晨，我亲自为谢承明整理朝服，彼此之间温情脉脉。送走了上朝的谢承明，我对镜卸下陈装的珠钗，工人轻手轻脚地收拾着御案上残留的茶点。娴妃娘娘道。我执着玉梳的手未停，从容地将最后一缕发丝理顺。沈淑玉踏入殿内，步履轻盈，一身如云宫装。她的目光如同钩子，先是掠过殿内每一处陈设，最后沉沉地落在我脸上。她打量得毫不避讳，从头到脚一寸寸。半晌，她唇边才漾开一抹辨不出喜怒的笑，声音轻柔，果然很像。本宫在宫外时，便听闻陈妃风姿卓绝，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我起身，娴妃谬赞，愧不敢当。她缓步走近，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尤其是这眉眼，难怪皇上念念不忘。”我第一次细细打量她。不过月余的宫廷娇养，确实让她褪去了边关的风霜，可那刻意维持的优雅里，总透着挥之不去的局促。镇北将军府再尊贵，终究不及宫廷日日娇养出的精致。我语气温和，听不出半分波澜。娴妃才是天人之姿，只是离京多年，边关苦寒，想必多有辛劳。如今回了宫，正好让太医好好为您调养。宫中精细，假以时日，定能恢复如初。她脸上的笑容倏然一僵，她眼底闪过一丝愠怒，很快又被压下。妹妹有心了。她不再多言，转身离去，背影挺得笔直，却无端透出一股强撑的意味。银烛这才松了口气，低声道：“这位娴妃娘娘可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我重新坐下，看着自己在镜中的眉眼，她越是在意这几分像，便越是落了下乘。午后便有消息传来，娴妃回去后称心口闷，宣了太医。谢承明一下朝，便匆匆赶去探望，据说温言软语安抚了许久。晚膳也传在了昭阳殿，更是许诺，过2日让他家人入宫来陪陪他。谢承明还让身边的首领太监张锦送来2卷经书，并传来口谕。皇上说，陈妃娘娘素来心静，近来或有些许浮躁，特赐清心经，望娘娘静心抄录，以养性情。我放下针线，起身，面朝紫宸殿方向微微一扶，臣妾领旨谢恩。张锦似乎有些意外我的平静，顿了顿，又道：皇上还说，娴妃娘娘心性纯善，体弱思敏，望6宫和睦相处。是夜，银烛替我卸下发簪，忍不住叹息，皇上这心，怕是真要被他拢住了。我看着镜中卸去钗环后更显清简的面容，微微一笑。拢住？他若真能拢住，皇上昨夜怎会来？今日他又何必特意来我这望仙宫看一看我？宫中设宴，为娴妃接风。我择了一身雨过天青的宫装，发间除了位分必要的装饰，只簪一对玉簪花。谢承明携沈淑玉入场时，满殿华彩仿佛都聚在了他们身上。她穿着御赐的流霞锦，鬓边那只九尾凤钗振翅欲飞。酒过3巡，丝竹正酣。沈淑玉忽然含笑望向陛下，声音清越如玉石相击。臣妾离宫多年，还记得当年与皇上在太液池畔合奏，今日就曲重闻，心中感慨，不知可否请陈妃妹妹献艺一曲，以助酒兴。霎时间，满殿寂静，所有目光都落在我身上。谁都知道我出身苏州织造府，琴艺不过是闺中消遣，如何能与昔日京城第一才女相比？这分明是要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谢承明端着酒盏的手顿了顿，目光落在我身上。我温言，娴妃姐姐琴艺冠绝京城，臣妾雕虫小技，不敢班门弄斧。沈淑玉笑意更深，妹妹何必过谦？皇上，您说呢？谢承明沉默片刻，终是开口：陈妃便弹一曲吧。我乖顺应下，走到殿中摆放的古琴前，指尖抚过琴弦，琴音果然平平，指法生涩，在座懂行之人都微微蹙眉。
沈淑玉眼底掠过一丝快意，却故作惋惜，妹妹这琴艺还需勤加练习才是。她转头看向谢承明，语气娇嗔：“皇上，您说呢？”谢承明没有立刻回答。就在这时，我启唇轻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嗓音一出，满殿皆静。这歌声婉转清越，如月下溪流，每一个字都带着缠绵入骨的相思。琴声依旧拙朴，可歌声却如泣如诉，把一首寻常的紫金唱出了百转千回的深情。尤其到了那一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我目光还似是无意地掠过玉座，与谢承明视线一触即收。最后一个尾音在殿中消散，四下寂静的能听见竹花爆开的轻响。沈淑玉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谢承明怔怔望着我，手中酒盏微斜，他喉结微动：“你这个……”我适时地垂下头，露出鲜白的后颈。臣妾琴艺粗陋，唯这江南小调是母亲所授，让皇上见笑了。谢承明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赏，臣妃歌喉动人，似东海明珠10壶，珊瑚屏风1扇。”我恭敬谢恩，退回座位时，脚步微微踉跄，银烛及时扶住我。我知道，今夜他心中会反复回想这首紫金。沈淑玉的脸色倒是难看，我很期待，在我的这番刺激下，他又会做出什么事。银烛打探来的消息，字字都透着沈淑玉日渐膨胀的不安与刻意。贤妃娘娘今日打碎了皇上赐的琉璃盏，说是见了那碎片，想起当年与皇上在御花园不慎摔坏的玉佩，皇上便陪她追忆了半日往事，又开了司库任她挑选补上。贤妃娘娘昨夜梦魇，说梦见边关风沙迷人眼，皇上连夜传了太医，又亲自守在榻前安抚，直至天明。他甚至今日翻出了10年前的旧衣裳，据说是他及笄礼时穿的那身鹅黄软烟罗裙，硬是穿上身。那衣裳听说腰身都绷紧了线，可他非要穿着那身，在太液池边的秋千上，让皇上推他。说到这的时候，银烛的脸上满是荒谬。我坐在窗下，慢慢翻着一卷书。宫宴之后，谢承明又连续10日宿在朝阳殿，晨昏定省都免了，仿佛要将错过的10年时光一起补回。银烛禀报完了以后，打量着我的神色。我抬眼看他，唇角噙着一丝了然的笑意：“你且说说，皇上这几日可曾有一刻是真正开怀的？”银烛一愣，细细回想，迟疑道：“皇上在朝阳殿时，面上总是带着笑的。但昨日张公公私下还说，皇上这几日批阅奏章时，比往日更易烦躁了些。这就对了，他在配合他所有重温旧日的戏码，配合他所有矫揉造作的情态。他在努力扮演一个深情不渝的情种，可他的身体早已背叛了他的意志。沈淑玉忘了，谢承明已经不是当日会追着他花轿跑的少年了。他在位数年，习惯了所有人的逢迎，也习惯了千奇百出的争宠手段。就像故事里那个将最落魄时的一碗杂汤视作无上美味的帝王，当他真的吃到，他才发现远不如自己往日所用的佳肴。米不有出，显客有终才是世间常态。沈淑玉那些精心设计的桥段，初时或许能激起他的联系，次数多了，变成了需要费心应付的负累。我又翻过一页书，他越是这样，便离他心中的白月光越远。他看起来越配合，心里那处空隙便越大。旧衣可以强穿，旧梦却难重温。毕竟习惯是比爱更顽固的东西。他习惯了沈淑玉是他求而不得的梦，更习惯了我才是他触手可及的温热。他需要我宫中温度刚好的茶，需要我恰到好处的按摩力道，需要我那碗熨贴入骨的杏仁酪。我又问银烛，宫外如何？几位御史已经递了折子，虽未直指贤妃，但言语间都在议论。妇人在教，当以真静为本。宫廷重地，尤重风仪。我轻飘飘地吩咐银烛，传信宫外，再给咱们的贤妃娘娘下点猛料。不过2、3日，流言便如滴入净水的墨，迅速在朝野上下晕染开来。听说贤妃娘娘在边关时，常与将士同席饮宴。镇北将军去后，府中往来南客似乎也未断绝。如今入宫，这般张扬，怕是与理不合吧？这些议论自然不会直接传到谢承明耳中，但总会通过某些耿直的言官，
化作一道道引经据典的奏书，堆上他的御案。我每日去给太后请安，其余时间安静地待在望仙宫抄录佛经，仿佛外界风雨与我毫无干系。只是在一次晨醒时，太后似无意间叹了句：宫中女子德行最重，过于跳脱，终究非福。若连太后闭门不出都有听闻，那紫宸殿内呢，又是何种风景？谢承明在来望仙宫时，眉宇间便带了些难以舒展的沉郁。他并未提及前朝风波，但当他看着我一如既往温顺地为他布菜研末时，眼神里那份复杂几乎要满溢出来。我又为他斟上一杯润肺茶，语气温柔似水：皇上近日操劳，喝口茶静静心吧。他接过茶盏，手随即握住我的手，良久无言。少年有少年之思，帝王有帝王之思。前朝的流言裹挟着更恶毒的揣测，钻进了昭阳殿的宫墙。沈淑玉在谢承明来的时候，泪眼朦胧，哭闹说道：你要为我做主，处置那些污我清明的人。谢承明揉了揉眉心，语气带着安抚，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回避：淑玉，朕知你委屈，只是言官风闻奏事，朕若因此严惩，反倒显得欲盖弥彰。过些时日，流言自会平息。沈淑玉眼中的光一点点暗下去，她没有争辩，只是埋进了谢承明的怀中。随后几日，沈淑玉异常安静，直到某个午后，昭阳殿突然传来消息，贤妃自缢未遂。谢承明大惊，匆匆赶去，只见沈淑玉面色苍白地躺在榻上，气息微弱，腕间有一道深深的勒痕，不深，却足够触目惊心。妆台上放着一张泪痕斑驳的素笺，上面只有一行字：清者难自清，唯死以明志。御医战战兢兢地回禀：宫人救得及时，娘娘性命无碍。谢承明看着榻上那张脆弱苍白的脸，看着他脖间那道刺目的红痕，心中五味杂陈，有心疼，有后怕，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负累感。他不能无视，为了他的性命，也为了皇家体面。不过半日，一道旨意传出宫闱，那位言辞最为激烈的李御史被寻了个由头，贬至边陲苦寒之地。前朝的议论声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骤然扼住，瞬间平息了大半。沈淑玉赢了，用一场精心算计的濒死换来了帝王的出手。只是谢承明坐在返回紫宸殿的御辇上，夜风微凉，他闭上眼，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沈淑玉苍白的脸，以及那份如需要他时刻小心安抚的沉重。御花园新进的墨色牡丹开得正盛，我立于花前，指尖轻抚过丝绒般的花瓣。沈淑玉便是这时来的，她声音温和：宸妃妹妹好雅兴，这墨牡丹虽稀罕，终究是异色，登不得大雅之堂。妹妹喜欢，倒也相称。我收回手，转身对她微微一笑：姐姐说的是，不过皇上倒说过，见惯了红粉嫣然，这墨色反而别有一番风骨，令人印象深刻。他嘴角的笑意淡了些，皇上操劳，偶尔看些新奇玩意儿解闷也是常理。我顺势接话，就像皇上如今爱喝的白毫银针，说是清冽回甘，比从前喜欢的那些浓醇之味更耐品酌。这人啊，口味总是会变的。沈淑玉的脸色瞬间白了一分，她与谢承明年少时最爱的便是醇厚的普洱。我这话无异于指着鼻子告诉他，他连同他代表的旧口味都已被取代。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怒意，声音却冷了下来：妹妹不知就是也是自然，有些情分不是些新鲜花样就能替代的。我恍若忖思的模样，就像臣妾前日整理库房，见着皇上幼时穿的一件小褂，袖口都磨毛了却还留着。皇上说那是周嬷嬷亲手所缝，虽不及如今苏杭贡品精致，却是任何好东西都替代不了的念想。我直视他微微收缩的瞳孔，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有些东西旧了就是旧了，留着的也不过是个念想罢了。真要日日放在眼前，反倒提醒人时过境迁，徒增伤感，不是吗？沈淑玉猛地向前一步，声音尖利：你一个替身也配妄论旧事？不过是个解闷的玩意儿，真当自己是什么人物了吗？闹什么？谢承明低沉含怒的声音自身后响起。他大步走来，目光在我与沈淑玉之间扫过，
最后定格在沈淑玉那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上，眉头紧紧锁起。沈淑玉见他到来，泪水瞬间涌出。程明，他竟指点我们的旧情，说我已经是过去式，不过是个念想。他试图扑进谢成明怀里，寻求安慰。谢成明扶住他，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似乎想从我这里得到解释，那目光里充满了为难。沈淑玉见到他的神情，脸上带上哀痛。他猛地从袖中掏出一枚已经褪色的平安扣，举到谢成明眼前。他声音颤抖：“你还记得这个吗？那年你被先帝责罚，在宗人府高烧不退，是我偷溜进去，将这枚在佛前供奉了749日的平安扣塞进你手里。你拉着我的手说，淑玉，若得脱困，此生庇护你周全，绝不负你。”谢成明看着那枚平安扣，身形猛地一僵，眼中翻涌起挣扎。那是他年少时最真挚的承诺。他看向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气氛凝滞，所有压力仿佛都落在了我的肩上，等着我哭泣，等着我辩解，或者等着我懂事的退让。我在他开口前，极其郑重地行了一个大礼。我似乎也有些疲惫，倦倦地说：“皇上，臣妾无意惹贤妃姐姐动怒。贤妃姐姐与您情深意重，就诺如山。或许臣妾的存在本身，便是对姐姐的一种冒犯，也让陛下徒增烦忧。”我深吸一口气，在他骤然变得惊愕的目光中，坚定地说道：“所以，臣妾自请离宫，前往北郊行宫清修。愿陛下与贤妃娘娘能重拾旧日静好，再无纷扰。”话音落下，满园寂静，连花枝仿佛都停止了摇曳。谢成明瞳孔骤缩，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沈淑玉也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我竟会如此干脆地认输，甚至主动退出战局。我不再看他们任何人，转身扶着银烛的手，挺直脊背，一步步地离开，在谢成明眼中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将那片木牡丹以及那对因旧日静好而被架在高处的帝妃一同留在了那片令人窒息的花丛之中。北郊行宫的日子清寂，却并非闭塞。来送东西的工人是我与宫中传递消息的桥梁。他每次前来，带来的不仅是衣食用度，还有紫禁城里最细微的波澜。他压低声音，眼底闪着光：“娘娘，皇上这半月有3次未曾翻牌子，独自宿在养心殿；还有5次在批阅奏折后平退左右，独自去了望仙殿。”我正临摹着一幅字帖，笔尖未停，只淡淡嗯了一声。听说皇上常在望仙殿一坐便是半宿，有时抚过娘娘妆台上那面菱花镜，有时会拿起娘娘常看的那本《余地纪胜》，一页页翻看，上面还有娘娘批注的小字。我搁下笔，看着窗外疏朗的天空。他的留恋在我预料之中。望仙宫里处处是我刻意留下的痕迹。他用惯的墨定，我总在研磨时添一味安神的冷香。他常坐的榻上还铺着我亲手缝制的锦垫，连那本《余地纪胜》，我批注的也全是他曾与我讨论过的风物之曲。那里没有沈淑玉，有的只是我留下的点点滴滴。我又问：“昭阳殿那边呢？”工人嘴角勾起一丝讽意：“贤妃娘娘自然是坐不住了。先是假装偶遇皇上，后又病了几回，说梦魇惊惧，需皇上亲临方能安睡。”可以想象谢成明面对这些是何等心情。皇上去了吗？头2次去了，赏了些东西。后来一次，张公公回话说皇上政务繁忙，只打发了太医前去。奴婢离宫前听说，贤妃娘娘又在昭阳殿发了脾气，摔了一套茶具，哭诉皇上心里没了她，直闹到半夜。我轻轻吹干纸上的墨迹，若有所思地想，火候还不够。等那送东西的工人再来时，又带来了新的笑话。日前，我传信宫里，让我的人将我往日争宠的法子送到沈淑玉跟前。沈淑玉果然坐不住了，她立刻命人调了那款熏香，更是对着铜镜苦练那发髻的书法。她大约是想着，既然皇帝喜欢，她便投其所好，将这喜好重新揽回自己身上。时机选在了一次夜宴。沈淑玉姗姗来迟，穿着一身与我往日风格相近的软罗宫装，发髻也梳成那新样式。行走间，带着那股刻意调配出的与我宫中相似的冷香。她因拜下，
抬眼望向谢成明时，目光里带着他练习了许久的神情，与我往日的那种相似。他定是以为这能勾起皇帝的新鲜感，或者至少能分走他对我的思念。谢成明原本带着几分慵懒笑意的脸，在看清他这身打扮，闻到那熟悉的香气时，瞬间凝滞。他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眼底掠过极其明显的不悦。那是一种看到赝品试图取代真品，看到记忆中的美好被拙劣复刻时产生的烦躁。他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叫起沈树玉，只猛地将手中酒盏顿在案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随即拂袖而起，丢下满殿错愕的嫔妃。那一刻，沈树玉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听完，我和银烛拍手大笑。谁能想到白月光有朝一日也会模仿起替身来？这正是我想听的笑话。我知道火候到了。北郊行宫的夜是被骤然惊起的利刃破风声撕破的。混乱中，我只来得及被银烛猛地拽入假山石的阴影深处。外面传来侍卫们短促的呼喝，兵刃碰撞的锐响。一枚冷箭钉在我身侧的假山上，箭尾兀自震颤。我能感觉到身边银烛在瑟瑟发抖，自己的掌心也沁出冷汗，但心中却异常清明。他果然在我身边布置了人手。这场厮杀结束得很快，那些不知从何处现身的暗卫并不恋战，见皇家暗卫人多势众，武功很辣，便尽快地撤退了。只有一名刺客被卸掉下巴制服，庭院里只剩下血腥味弥漫。这一夜，行宫无眠。翌日一早，天光尚未大亮，急促的马蹄声踏破了晨雾。谢成明带着一队亲卫，风尘仆仆地赶到。他眼底带着血丝，显然是连夜赶路，披风上还沾着露水。他大步穿过庭院，目光第一时间便锁定了站在廊下的我。阿若，他几步上前，来不及拂去衣上风尘，将我紧紧拥入怀中。直到被他怀抱包裹，我才仿佛后知后觉的让强撑了一夜的镇定彻底崩溃。我像抓住救命稻草般用力回抱住他，将脸埋入他胸膛，身体无法控制地轻颤起来，泪水浸湿了他微凉的衣袍。带着劫后余生的哽咽，我哭诉道：“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皇上了。”他手臂收得更紧，声音沙哑得厉害：“是朕来迟了，别怕。”半块从刺客身上搜出的刻着独特狼头标记的残破腰牌被呈到了谢成明面前，而当御医回报那名刺客在审讯前便已咬碎暗藏毒囊自尽时，他的脸色彻底阴沉下去。一切线索都无声地指向那个已经覆灭的镇北将军府，指向那个男人留在世上的唯一可能动用这股力量的未亡人。谢成明凝视着那腰牌，又低头看了看我苍白的面容与眼下淡淡的青黑，他眼底最后的犹豫终于被怒火与失望所取代。他紧紧拥着我，声音冷硬：“朕给过他太多次机会了。”我依偎在他怀里，汲取着他身上的气息，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驱散寒意。我知道他此刻的决断并非全然因我遇袭而起的震怒，他是嫌沈淑玉麻烦了。他处置他不仅仅是为我出头，更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无法再容忍这样一个不断制造麻烦，甚至威胁到他掌控的女人。许多事物在得到以后未必如想象中美好，怀念退潮以后暴露出的全是底下的沟沟壑壑。我闭上眼，听着他胸腔里传来的心跳声，嘴角勾起无声的笑。沈淑玉哪里还有什么就不可以发动呢？自打他踏上接他回京的銮车，镇北将军府便是还有力量残存，也对他失望至极。月光若自己投身泥沼，溅起一身污浊，又怎能怪君王亲手将其拂落呢？紫宸殿内灯火通明，谢成明坐在御案后静默不语，我静立在一旁为他研墨。他沉默了许久，久到殿内只闻更漏滴答。最终他提起朱笔，在那道早已拟好的诏书上缓缓画下了一道决绝的批红。沈氏庶玉德行有亏，恃宠生骄，更兼勾结旧部，意图不轨。着废为庶人，迁居冷宫，非诏不得出。他念出这几句时，声音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没有赐死，保留了最后一丝体面，只是从此以后他便只会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罪妇了。
旨意下达那日，据说朝阳殿内传来凄厉不甘的哭喊与诅咒，随即一切归于死寂。谢承明很快又下了另一道旨意。2月后，封后大典，我穿着繁复凤袍，头戴九龙四凤冠，一步步踏上汉白玉阶，走向那至高无上的位置。礼乐庄严，百官贵服。谢承明站在丹壁之上，身着衮服，向我伸出手。我将手放入他的掌心，温暖而有力。他执起我的手，面向百官，声音响彻大殿：兹尔陈妃裴氏，秉性柔佳，持功殊甚。于宫闱之内，克贤内责；于朕心之中，深得信赖。今中宫虚悬，朕承天命，册封裴氏为后，执掌凤印，母仪天下。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山呼海啸般的朝拜声中，我微微侧手，看向身旁的帝王。他凝视着我，眼底映着这万里江山，也映着我身着凤袍的身影。秋意渐深，几片枯黄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下，很快被殷勤的工人扫去。银主巧步进来，将一碟新贡的蜜橘放在我手边，声音压得极低，不带什么情绪：娘娘，冷宫那边今早没了。我语气平淡：怎么没的？银烛滴水不漏地回答，说是郁结于心，入了秋便染了风寒，拖了这几日，今早发现时身子都僵了。我自然知道，一场恰到好处的风寒，几剂不温不火的汤药，足以让一个心气已绝又失了精细照看的人，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深宫。斩草须得除根，我从不给自己留任何后患。用银签子挑起一半蜜橘，甘甜的汁液在口中一开。就在这时，另一个工人来报：启禀皇后娘娘，皇上的御辇方才经过西六宫，在冷宫外墙那边停了一瞬。我捏着银签子的手停了下来，抬眼望向窗外，那片宫域早已是宫中人人避之不及的灰暗角落。我问：皇上进去了吗？不曾，只是停了片刻，便起驾往紫宸殿去了。我轻轻嗯了一声，继续慢条斯理地用着那碟蜜橘，甚至没有一丝探究他此刻是悔是痛的兴趣。他停那一瞬，或许是为那段彻底逝去的年少情谊，或许是为他自己亲手做出的抉择，但都与我不相干了。如今他是九五之尊，我是六宫之主，我们之间早已不再是需要依靠那点浅薄情爱来维系的关系。手心不自觉地轻轻覆上小腹，那里尚且平坦，却已孕育着新的生命，我未来最稳固的倚仗。他会是这个王朝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至于那个停在冷宫外却没有进去的男人，我淡淡一笑，很快连他我也不再需要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